权益曲线控制能否将一个亏损的实盘交易策略变成盈利的交易策略，能否把它看作是我们广大散户交易者的一个圣杯啊？我们今天就来详细看一下这个问题。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阿勾力。最近出去自驾了一段时间啊，才回来啊。那么在我自驾的前一天啊，24号啊，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啊，我说感觉 A 股啊要雄起了啊。发了之后，朋友圈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啊。那么其实我作为这个自媒体的身份来说，我是应该去蹭一下这个热度的啊。但是一方面啊，因为我这几天待的这个地方啊，信号都不是很流畅啊，我也不怎么看手机，不怎么上网啊。另一方面，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其实并没有多少这个 A 股的仓位啊。我在 A 股就不做这个短线交易啊，不做短期交易啊。也有仓位啊，但是真的很少啊，少赚了一点点啊，聊胜于无啊。所以朋友圈有观众来问我，他说这涨起来了应该怎么办啊？就很怕上不了车啊。其实我都不好回答呀，我能怎么说呢？我自己都没有多少仓位，我能怎么办呢？所以我回来之后啊，我也是为了避免不掉队啊，我看了大量的这个各个专家的这个解说啊，各种点评啊，一些展望啊，也参加了一些老师的课程啊，给自己补课啊。那么杂七杂八的我也是看了一大堆啊，其实大多数都是这个马后炮啊，没有什么操作上的这个实际价值啊。但是其中一个老师啊，他在他的这个课程中讲了一个他自己觉得是圣杯一样的操作啊，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啊，我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他说了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的操作啊其实无关紧要啊，你水平再差，用他的这套方法都是可以赚到钱的啊。那么他就是说你在这个网上去找一个你值得你信任的一个大 V 啊，然后你就跟着他一直操作啊，然后你把这个大 V 的所有的操作都记录下来啊，形成一条这个资金曲线啊。然后有了这条资金曲线之后啊，你就给这个曲线上加一个20的 EMA 啊。那么我们打个比方，它加下来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如绿色的这个线一样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假设它就是20 EMA 啊。那么只要它的这个资金曲线啊，在这个20 EMA 之上的话，那么你就持续的跟着它操作啊。一旦它的这个资金曲线，比如说这个位置啊，跌到了20 EMA 之下，那么你就在这里啊就暂停交易啊，就不操作了。而一旦大 V 的，因为你不操作了，这个大 V 它还在操作啊。一旦这个大 V 的这个资金曲线又回到了20 EMA 之上啊，然后你就可以再次的跟着它一起操作啊。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你只做了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一段啊，而规避掉了它亏损的一些操作而这个操作的这个精髓那么这位老师说，就是在于你要持续的跟踪一个人就是跟一个人就保持一致性啊。那么我们这里看一下，假设按照他这个说法的话，那么他这里的这个曲线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就是在20 EMA 之上，那么还是跟随着这种操作陷入了震荡，然后原作者在这个位置陷入了均线之下的一个回撤，那么就是不操作了不操作的话，那么就是直接到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又走了一段，又在这里我们又跟着它一起操作，然后回撤，然后上涨又回撤，到之后的话这一段又不操作了那么你比较这两个这条资金曲线和原作者的原始策略的一个资金曲线，就很明显看出来，那么经过这个曲线控制的话它的绩效就是肉眼上来看，最起码肉眼上来看它是要更好一些的。那么他说的这个方法理论上来说很合理
操作上也非常的简单啊，择时啊，什么选股之类的都不用你操心啊，就是无脑的跟随就可以了啊，而且还可以规避掉这捉当的一些风险感觉好像是两全其美但是真实情况，真的能如我们所愿吗？其实不尽然那么这个老师他说的这个概念其实在我们这个量化交易中。量化中的这个实盘管理这个模块中，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操作了这个我在内部课程中也是讲过的讲的更多因为他所说的这种方式它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我还讲了一些很多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交易者在实盘管理上所采用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他所说的这个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选择是一种方法但是它绝对不是我们交易上的一个圣杯那么这个方法呢，它学名其实叫做这个什么equity curve trading也叫这个 equity control 中文没有太好的这个翻译我这里就把它称之为这个权益曲线控制或者叫做这个权益曲线交易都可以。那么它的这个概念就是当你的这个净值曲线高于或者低于某一个基准的时候，去打开或者关闭你的交易策略。那么很多老师他在展示这种技术的时候通常只会展示它光辉的时刻就只会展示这个策略的有效性，好像就是说你只要用了这种方法那么不管你的策略多垃圾你都可以赚钱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那么我这里的话就使用这个QVR Quant Analyzer 来给大家使用这种方式去举一些例子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策略这个浅蓝色的线这个浅蓝色的线就是我们这个策略最原始的一个资金曲线这里的每一个点它都代表的是一笔交易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净值曲线是处于这个橘黄色线之上橘黄色这条均线之上的话这条线是我们给这个 equity control 设定的一个基准如果你是低于了这个基准的话，我们就是暂停交易而蓝色的这条线看这条线它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净值曲线控制之后的一个权益曲线，它就避免了一些低于了这个基准线之下的一些交易记录比如说我们看这里吧，这里比较明显比如说这一块我们这个净值曲线是来到了这个基准线之下，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一直到这个地方，这一段下跌包括这一点点上涨我们都是没有做的就是完全的不操作。而如果它是比如说某一时刻我们的净值曲线又恢复到了我们这个基准线之上的话，那么我们又开始继续重启我们这个交易策略又开始进行了交易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这个真实的绩效情况表现不好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净值曲线的控制那么你就可以节省掉一些亏损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亏损还有这个地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亏损而如果你的这个真实的绩效情况表现比较良好的话，那么大概率你是不会触发到这个equity control 的这个条件的你就可以得到你这个策略的真实的一个获利情况。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的这个资金曲线我这里是为了举例更加明显所以我列举的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个交易策略那么这个策略它在没有也就是它最原始的绩效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实盘管理的情况下，它是一个亏损的交易策略看这是红的嘛，这是个负的如果打开了这个 equity control 也就是打开这个 EC 的话，那么它就把这个亏损的交易策略变成了一个盈利的交易策略包括我们看这里的这个资金曲线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最原始的这个交易策略的话
它随着一段比较极端的上涨之后啊，它又陷入了极端的这个比较夸张的一个震荡啊，包括最后它是走向了一个零啊，走向一个负数，亏损本金的情况就出现了啊。那么这是它最原始的。而这里的这个蓝色的线，它就是经过我们这个净值曲线控制的。之所以它是没有前面这一段，因为它计算这个 MA 的话，它是需要这里我使用的是20啊，它是最起码需要20笔交易啊，所以最前面它是没有这个净值曲线的。那么看到后面的这一段的话，就可以看出来，最起码它经过这个净值曲线控制之后上涨它也是有做到的啊，但是它的亏损它是确实也是规避掉一些的啊，包括我们看它的这个振幅的话，也可以看到它是最起码它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水平的一个运行的啊，包括它最终的一个盈利的话，也是正收益的。那么我这里其实是列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它就是把一个亏损的交易策略最终变成了一个盈利的策略啊。但是有时候使用这种控制净值曲线控制，它也是有可能把你本身一个盈利的交易策略变成亏损的这也是很多这个过于迷信这个曲线控制的一些交易者容易犯的一些错误。就是很多交易理论它最终它只能落在理论上你让它真正落在实践上的话，它其实跟我们的设想其实还远着呢如果你把你的这个资金曲线你用肉眼去看的话你觉得经过这种净值曲线的控制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经过净值曲线的控制，你觉得它相当于是一个圣杯一样，一下子把一些亏损的都避免掉了，只做了一些盈利的交易策略但是当你真正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资金曲线的控制这种方式它会让你错过一部分本应该盈利的交易这就很有可能是把你的这个本应该是正收益的一个交易策略最终变成了一个亏损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主要看一下这里当这条资金曲线从这个位置它跌破了我们的基准线之后，我们肯定就是按照规则嘛，暂停交易。那么下一笔这个盈利的这一笔比较明显的这个盈利的交易记录，那么按照它这个控制来说，那么就是做不了的做不到的但是恰巧就是这笔盈利的这个交易记录又把我们这条资金曲线拉到了这条基准线之上也就是我们这个策略又开始进行了交易但是开始进行交易之后呢，又是一笔亏损的交易也就是盈利的没有做到但是亏损的呢又做到了包括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明显的，你看这段行情盈利比较大的这个交易它其实是并没有做到的它都是处于一个暂停交易的一个状态但是随后的这一笔亏损它又做到了这就造成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按照它的这个active control 的话那么这个策略它就变成了一个亏损的策略而如果你不按照它这里来的话，那么其实你看这个资金曲线也可以看出来，它最起码它是一个盈利的策略当然这里盈利多少大家不用过度的去关心因为这里只是举例子那么有些观众可能就会说了可能是你采用的这个资金曲线的控制你采用的这个基准线过小了，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放大比如说20放大到50 100之类的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只要想一下你就能想明白，你如果把这个基准线放大的话，你放大的同时它也就增加了我们的风险，并且如果你放的足够大的话，那么有没有这一条基准线其实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并且在你策略真正失效之前，你过大的这个基准线它会造成你损失更多的这个资金那么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你可以针对于你这个交易策略这条资金曲线来
优化出一条适合这个策略的这个权益曲线的基准线啊。那么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深一步思考一下啊，你这样做的本质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交易策略上又增加了一个 filter 啊，又增加了一个过滤器啊，也就是你还是在做这个参数优化的一个操作啊，而这随之而来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策略的 overfitting 的概率啊又进一步增加了。那么优化到最后，可能你这个均线也不适合，那你是不是还要加其他的？你要加布林带的，还要加什么Ichimoku啊？各种方式都可以，但是只要你开了这个先河，那么你就在这个 overfitting 的路上越走越深了啊！其实我个人是不建议的。那么其实我的经验就是，他所说的这种管理方式啊，可以使用嘛？可以使用啊，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好不要过于迷信啊，因为它这种方式啊，其实如果你看得多的话，其实它能否有效的概率大概也是个5-5开就是有没有它可能都不是很重要啊。那么它更加适合的是那种陷入回撤之后啊，比如说这一段陷入回撤之后就永远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再恢复上来的这种策略可能就会更加适合。并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操作起来其实并不方便啊。如果你的这个资金曲线和你的这个基准线一直处于一个缠绕状态的话，那么你就变得非常的忙啊，手忙脚乱的一会儿上线了，一会儿又暂停了如果你一直处于这个状态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资金曲线我觉得大概率也不会太好个人认为，其实它最重要的这种策略管理最重要的是在于你执行就是不管你采用何种方式吧，而在于你要提前的计划好而在这个实盘的过程中，你要坚定的去执行当你的回撤达到你的下降标准的时候，你要坚定不移的去执行这一点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另外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采用这种曲线控制的方式的话，那么你最好是降低一下你的预期就是你不要指望它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圣杯它能真正的帮你扭亏为盈而是利用它来帮助我们平滑我们的这个资金曲线就是以牺牲一部分的这个利润为前提去拉平我们的这一条回撤让我们的这个资金曲线它看起来更加的这个平稳可控这是我们使用这个equity control 应该着重的一个方向我个人觉得好，这就是我今天针对于这个权益曲线控制或者是权益曲线交易这种交易方式做的一个简单的表达主要是好久没有更新视频了，我必须要上来发点什么内容希望对于频道的观众有帮助吧好，那就这样吧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